这太厉害了 ！Adobe Firefly 的生成填色 Generative Fill 功能真的超神奇的，能让你在照片上像魔法般帮您无中生有，想换谁就换谁，甚至一键把背景消失和替换，太轻松了吧！简直修图界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啊！现在改照片完全不用花冤枉钱上淘宝找人帮忙了，只要花几分钟观看这个影片，你就能完全掌握 AI 修图的方便和超强大的能力，随心所欲的改动照片，直到你满意为止。而且最棒的是，不用装软体，电脑或手机都能直接用，真的超方便的，大家绝对不能错过，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而在此视频的资讯栏中，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荆棘所有相关的连结和资源。现在 Firefly 支援全球超过100种语言的文字输入指令，中文也包括在内。全球的用户都可以在独立的 Firefly 网页版上用自己母语来生成图像和文字效果，而且 Firefly 的界面也会提供20种语言的本地化版本。我现在就来试试看，先用原本的英语生成图像。好的，看到英语版的效果了。现在先清除所有资料和设定，然后用中文输入。不过要注意，中文不能太长，不像英语那样没有限制。看吧，中文的提示词也能正常运作，梦幻、冷色调的效果也包含在内。刚才可能只是警告吧。现在再输入一对中国年轻情侣，女的戴帽子，背景是街道，见到有少量行人。好的，就用这个。在图片左上方点击生成填色 Generative Fill， 就能直接把现在生成的图片传送到生成填色来修图，非常方便。在左侧的工具列中选择 Pen 平移工具，你就能在画面上轻松拖移图像。另外，若要放大或缩小图片，只要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然后用滑鼠中间的滚轮，就可以轻松完成。但要注意，你的滑鼠在哪个位置，图片就会以那个位置为中心进行放大或缩小。如果你想让图片往四面都放大或缩小，就要把滑鼠放到图片中间，然后再按住 Ctrl 键，使用滑鼠中间的滚轮就行了。利用这个滑鼠的滚轮和 Ctrl 键，不管在哪个工具下都能用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很快就能理解和掌握。接下来，我会透过一些实例向大家示范如何在图片上进行一些神奇的修图技巧，比如无中生有、替换照片中的东西，甚至一键移除背景，简直是偷天换日般的酷炫。但在开始示范之前，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工具和版面的操作方式，稍后在示范修图时会使用到这些工具。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暂停观看以上的说明，好更了解修图的方法。刚刚在 AI 生成的图片中有一对中国情侣，背景还有一些人群。现在我们来试试简单的方法，如何移除这些人群。首先，在左侧选择 Remove 删除工具，然后在下方选择 Add 添加。在图片上用鼠标拖动来选取要删除的部分，就可以删除不需要的部分。如果不小心选取了错误的位置，别担心，可以按 Subtract 减去来还原已选取的删除部分，或按 Clear 清除所有操作。在添加选取删除位置时，画笔工具的大小可以在下方设定调整，也可以快速用键盘中括号及键盘 P 右面的符号，可以轻易控制大小。现在删除背后的人群，完成后再按 Remove， 人工智能会自动删除那些不需要的部分，并用适当的背景细节无缝填充空白。选择想要的填充影像，再按 Keep 保留就可以了。但要注意，一旦保留就不能还原。现在我们再来试试如何简单的删除女主角的帽子，用相同的方法删除不需要的部分，但有时会出现不是想要的结果。我只想删除帽子，只好重新来过。这次会删除较多的部分，不用担心，头发会自动保留，看到了吧？然后选择想要的填充影像，再按 Keep 保留就行了。如果想要移除背景，更简单，只需要按下方的一键移除背景，人工智能会自动分析图片中的主题保留并移除背景。但如果相反的，我只需要背景，主题人物不需要，可以再按 Invert 反转选择，然后按保留，看到了吧？操作过程非常简单易用。随了在 Text to Image 直接把图传送到生成填色 Generative Fill， 也可以自行上载图片来修改，按一下 Upload Image， 选择要修改的图片，
然后在左侧的工具列中选择 Insert 插入工具。我们来给这位帅哥换个新发型吧。首先，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用滑鼠中间的滚轮放大图片，用滑鼠在图片上拖动来选取要更改的部分。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用键盘上的中括号来控制画笔工具的大小。完成后，根据下方的提示词，你可以留空让人工智能自动分析图片来协助添加，或直接输入时尚发型。大家可以多试试，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输入完后，按 Generate 生成，等一会儿就会有 AI 生成的发型供你选择，选好了按 Keep 保留就可以了。现在试试更换这位帅哥的衣服，他穿的有点简单，想变换一下风格。看到吧，真的很轻松，就能修改需要的部分。以后拍照就不用担心拍摄的不好或有什么不满意， Firefly 通通帮您搞定。现在上传另一张图片，接下来我们会示范如何控制画笔工具的大小、硬度和不透明度的设定。画笔大小除了可以用键盘上的中括号来调整外，也可以直接在这里的 Brush Size 设定。现在先将 Brush Opacity 画笔透明度调低至 39% 左右，然后用鼠标在图片上拖动来选取要更改的衣服。不像100%透明度那样完全看不见衣服，这个选项可以设定保留多少原始图片，数值小则会保留较多，数值大则保留较少。不用输入任何提示词，再按 Generate 生成，看看效果吧。和原来的衣服比较，保留了较多内容和风格。现在试试分别输入中文和英文提示词绿色外套 Green Coat， 变化也不大，透明度已经锁定保留了多少原始图像。再试试用100%的 Brush Opacity 测试，变化就大了很多，但始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还要注意，在提示词右边有一个重要设定按钮。有3个重要的设定，一个是决定生成图片的新区域是自由形状还是一致作为匹配形状，另一个是保留内容，选择在生成的图片中要保留多少原始图片内容，最后一个是引导强度，决定生成的内容与输入的提示词有多接近。刚才的情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试试用 Conform 一致作为匹配形状 Preserve Content 设为 New， 不保留原始图片任何内容。另外再设定 Guidance Strength 为 Prompt， 希望生成的内容要最接近提示词。提示词输入绿色外套，再按 Generate 生成，看看有没有进展。但仍未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现在中文支援还在 Beta 阶段，用英文提示词再试试，输入 Green Coat， 终于生成绿色外套。建议大家多试试才能成功。最后，我们想更换背景，按一下 Background， 一键就移除了，再按 Generate 生成，就有了新的背景可以选择，效果也不错。使用人工智能修图是一个令人兴奋且有益的体验，但也可能具有挑战性。大家要多尝试才能掌握。希望荆棘的技巧可以让您的 AI 修图更加有效和更易上手。如果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感谢大家的观看，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